米格21，二战后最畅销、影响力最大的战机。虽然火力军一直说米格21被 F5、F4、幼狮等战机暴揍，但是论影响力，米格21才是最大的。作为一款1958年就服役的战机，就算是到2024年的现在，依旧有不少国家装备米格21，生产数量也是吊打同时代的美制战机。单单苏联生产的数量就超过1万架， F4、F5 的生产总数加起来都不如米格21。至于米格21成绩不佳的问题，不能怪米格21，这是苏联的问题。苏联的空中作战方式决定了战机出口之后性能不佳的命运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米格21为什么如此受欢迎，以及米格21战绩不佳的根本原因。三代机的发展路线延续了二代机强调速度、实用声线以及操作高度等方面，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已经达到了2马赫，所以这个时期的战机设计很极端，比如追求高速却腿短的 F104、米格21，偏科极为严重。米格21更是偏科中的佼佼者，爬升与机动性能完全不在一个级别。米格21的气动外形为大后掠三角翼布局，配备后掠尾翼和全动平尾，机身细长，配备头部进气道和多击波进气锥。从亚音速度的米格15、米格17以及超音速的米格19开始，苏联很多实验性的2马赫战机都是带后掠翼的机头进气口，比如苏火1、苏7，不过米格21是最成功的。米格21属于轻型战机，使用低功率的加力涡轮喷气发动机，速度依旧可以达到2马赫，可以与洛克希德的 F104、诺斯罗普的 F5 以及达索的幻象3相媲美。轻型战机搭配三角翼，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爬升速度。使用战斗装载的米格21 BIS 爬升速度达到了235米每秒，与 F16A 的性能相差不大。尾翼的存在则增加了机翼负荷，在战斗中反而不如幻象3。不过米格21的跨音速能力与低速下的转弯半径比北约当时任何战机都要好，转弯率和半径、加速等重要的格斗性能，直到世纪之初才被彻底超越。当然，米格21的气动布局也有很大的缺陷，毕竟是三角翼，在高速状态下，任何形式的转弯战斗都会导致战机速度大幅下降。同时，飞机水平尾翼相对机翼的位置也会影响飞机的纵向稳定性。当米格21的速度超过 1.25 马赫时，飞机垂尾效率就会明显下降，飞机的方向安定性也会逐渐变差。受到阵风等侧向扰动时，就会发生侧滑角逐渐增加，从而造成自动滚转并产生惯性离心力矩，使飞机滚转进一步加快的情况。反压驾驶杆也不能制止住飞机的滚转，很可能造成发动机空中停车，严重时甚至会机体结构破坏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可能，并不是说米格21飞到 1.25 马赫之后飞机就会失速，只是一个概率问题，苏联也不在乎这个。对于苏联空军而言，飞机就是个消耗品，有点小缺陷也无伤大雅，只要飞得快就行了。米格21的基本布局也被用在了其他飞机身上，比如苏9的三角翼，苏7则采用了与米格21类似的机身形状，不过机头进气口的布局在苏联以外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，升级潜力太小了。机头进气的设计本身就占据机身前半部的内部空间，导致雷达的可用空间很小，这也是为什么米格21的后续升级一直没什么出彩的地方。同时，机体太小也导致飞机的内油系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，而早期的涡喷发动机本身的油耗系数就相对较高，这就导致米格21的作战半径很短，即使挂载3个490升的副油箱，作战半径也只有350到450公里。机场围墙保卫者的外号名副其实。与之相比，采用省油涡扇发动机的三代机，作战半径能达到800到1000公里。就比如 F5E， 带3个副油箱和2枚响尾蛇时，作战半径为1084公里。另外，米格21算是一种高充填率飞机，飞机本身结构紧凑，框架单薄，内部系统复杂，内部空间比较紧张，更换拆装和维护发动机时，工作程序相当繁琐，需要拆装大量的螺钉、衬套、电圈等。至于雷达性能，火力军只能说可有可无。米格设计局在米格21的机波锥内部安装了一部雷达测距器，协助飞行员掌握空中态势。不过这个雷达测距器并不是真正的雷达，只具有在空中测量目标的作用，并不具备雷达全方位探测空中目标的能力。这是苏联战机的老毛病了，不仅雷达探测距离短，对目标的持续追踪能力也相当贫乏，
无法引导射程较远的空空导弹，这主要受限于苏联战机的设计思想。当时的苏联认为，战机只需要接受地面战役指挥系统给予的拦截或者导航指示，雷达越轻越好，尽量不拖累战机的飞行性能。这点火力军在米格29那期视频里也提到了，苏联战机的作战完全依靠地面的战役指挥系统，不需要预警机。除了设计思想，也与机载雷达的性能有关。当时的机载雷达体积太大，而且苏联电子工业水平不行，无法保证机载电子设备的性能。与其追求不完美的机载雷达，不如研究如何发挥地面指挥系统的性能。所以米格21雷达系统很烂，苏联也可以接受。毕竟前线航空兵的作用只是保证前线作战部队以及野战机场的安全，不像美国战机那样需要满世界跑，侦察锁定的任务也不需要战机负责。也正是因为气动与雷达上的限制，米格21在实战中的发挥稍微有点差，在越南战场与中东皆是如此。在越南战争初期，米格21对战 F4的战绩还不错，不过这主要是因为在越战初期 F4的飞行员不够了解战机性能，过于迷信导弹，在总结战术和武器改进之后，被暴打的反而是米格21，而且是跑都跑不掉的那种。F4的加速与低空极速性能要比米格21更好，在近距离格斗时拥有追击与脱离的主动权。而彼时的华约普遍认为至少需要 1.4 架米格21才能换掉一架 F4，但这个比例只在越战前期出现过，后期 F4 打米格21时，战损比一度达到了1:4和1:5。没办法，米格21在爬升方面不如 F4， 在中低空极速方面也不如 F4， 只是低速绕圈的时候性能占优。F4 对战米格21时，格斗交战的原则就是尽可能保持超过 0.6 马赫的高速状态，并利用能量爬升优势进行垂直面机动，避免进入水平面相互绕圈的低速态势。低速拼绕圈和指向 F4 打不赢米格21，而且 F4 是一款双座机，与米格21相比，多了一双眼睛可以参与格斗时的目视搜索与跟踪。相比单座机来说， F4 的格斗态势感知更好，并且米格21的座舱视野也不算好。当然 F4 不是没有劣势，机体太大，发动机会喷出浓密的黑烟，美军飞行员也经常抱怨，这会让 F4 很容易被敌人目视发现。至于米格21对抗 F4 的办法，那就是高空高速的掠袭截击。这点火力军在 F5 那期视频里也提到了，作为一款高速截击机，低空格斗什么的太掉价了，只是受低油量与恶劣视野的限制，米格21必须有空情保障和引导才能发挥出高速优势。只是很遗憾，在越南战场之上，米格21并没有这方面的优势，被 F4 暴打也在情理之中。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，米格21在中东作战时也被幻象3抱走。从六日战争至赎罪日战争等一系列中东战争期间，以色列的幻象3完全将周边国家的米格21压着打。因为低空格斗性能不尽如人意，多数米格21飞行员往往一进入低空就忙着将机体拉起，不愿意进入复杂的低空格斗，导致错失了很多追击机会。在遭遇追尾时，也可能因为视野与机动等限制败给幻象3。不过战绩不佳并不能说明米格21是一款失败的战机，只能说米格21败在了体系上。在实际作战中，米格21高度依赖苏军，在欧洲前线布置地面引导系统加以引导和指标，在没有完整国土防御体系的情况下，很难驾驭这种米格21。而以上战役当中，这些装备米格21的参战国信息化和空中作战体系都不够完善，所以对于苏联而言，米格21绝对算是一款成功的战机。1955年首次试飞，在1958年开始装备前线航空兵部队，并快速替换了米格17和米格19，成为苏联20世纪60年代的绝对主力战机。不含其他国家的授权生产机，光是苏联制造的各型米格21合计生产总数就达到了1万架以上。也正是因为大规模生产，米格21的价格非常便宜，甚至比 BMP-1 的价格还低。相比之下， F4 的成本比米格21高出好几倍。从这点来看，4架米格21换1架 F4， 苏联也能接受。除了生产数量多，米格21的生产型号也非常多，有20多种改进型，各个改进型之间都有一定的差距。早期的改进型和如今的改进型差的不是一点半点，只是因为气动布局的限制，后续的各种改进最多也就是机身部分变大和垂尾加大，整体构型没有任何改变。因为型号过多，火力军不会一一介绍，主要聊一下米格21的重要升级。米格21的第一种批量生产型就是米格 21F， 属于一种短距白天型拦截机，动力装置为 P11F300，加力推力可以达到 5.75 吨，两侧翼下挂架可以各携带一枚 R3 空空导弹，
也可以各带一个 UB-1657火箭发射器。为了保证空空导弹可以正常使用，米格 21F 装备了雷达测距器和其他电子设备，也配备了 GSH-23 双管机炮。米格 21PF 则是第二批生产型，增强了全天候解机能力。在1963年开始装备部队，飞机头部加粗，头部进气道直径从 F 型的690毫米增至910毫米，进气道中央锥体加大，并使用 PP-21 雷达替换了原本的测距器，可以携带2到4枚空空导弹，去掉了机炮和机炮整流罩。米格21中生产最多的机体则是米格21 SM-MMF， 也是苏联空军当时的主力，属于多用途战机，配备了2门 GSH-23L 机炮。米格23投产后就逐步被改装为对地攻击机。米格21 BAS 则是进行了大幅现代化改装。1971年首飞，使用图曼斯基 225 300型发动机，推力提升，加大了机体直径，以容纳更大直径的发动机与雷达，并扩充机体内部空间，以强化电子系统与其余设备。不过，增加阻力与重量的结果就是加速性与机动不如之前的型号。但是设备的升级与增加，使其在战场上的生存作战能力大幅提升。只是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米格21不是一种改进潜力很大的战机，机体空间有限且填充率极高。BS 型虽然改进了发动机，加大了机体，但依旧无法安装大口径雷达。从本质上来说，依旧是一款扁防御战机。单论导弹投射相关的空战能力，与初期型的 F-16A 相差不大。F-16A 一开始也不具备使用中程空空导弹的能力，配套雷达没有连续波照射功能，无法制导麻雀导弹。这就导致苏联在当时宣称，仅从格斗性能来讲，米格21与初期的 F-16相差不大。在 F-16现代化增重导致机动性下降之后，二者的格斗性能可以轻易被飞行员技术弥补。不过其他国家也都明白，苏联这是在吹牛。论瞬间回转率、持续回转率、回转半径、滚转率、操控精确度、失速特性等等，米格21远远比不上 F-16。代差这东西不是飞行员技术可以弥补的。至于米格21的最强版，那肯定是米格21-2000，也就是以色列推出的米格21枪骑兵。为了提升作战性能，升级改装了 90% 的航电。与原本的米格21相比，二者可以说是两款不同的战机。按照以色列的想法，枪骑兵的升级套件可以让那些预算不多的国家增加一定的战力。就性能而言，的确如此。在航电系统方面，原先的米格21是传统的操作系统，内部都是圆盘状座舱。而米格21枪骑兵的操作系统从原先的老式操作系统换成了手不离杆操作系统，还有3块大屏幕的玻璃座舱， GPS 导航系统、头盔瞄准显示器，并加装了 ELM-2032 脉冲多普勒雷达，性能相当不错。航电的升级大幅度提升了米格21的作战能力。原先米格21都是使用 A3 这种瞄准性能很差的苏联导弹，经过改进之后，米格21枪骑兵可以发射北约的空空导弹，从怪蛇3到魔兽2都能发射。对地对海攻击能力也有所加强。原先米格21属于纯空优战机，对地攻击无非是火箭弹，而加装了新型作战系统后，米格21枪骑兵已经可以发射小牛空地导弹。为了推销枪骑兵的升级套件，以色列尽了相当大的努力，但是结果有些不如人意。毕竟装备米格21的国家大部分都是买不起 F-16 GS-39 的国家，财政稍微不太好，把钱存起来，观望是否还有类似的新战机，将米格21这种3代机替换为4代机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在市场定位上，米格21枪骑兵的操作空间很小，又因为机体太过陈旧，很容易出现改造完成后就落伍，或者是需要对机体延寿的情况。所以米格21枪骑兵的销售并不如以色列想的那样。总的来说，作为二战后最畅销、影响力最大的战机，米格21的性能并不算差。实际上，继承米格19大部分空战能力，并在此基础上再提高了米格21，即使是更先进的米格23，都无法做到性能全面超过米格21。要等到美国的 F-16以及苏联的米格29登场为止，战机界才算是出现了在全方位超越米格21的战机。战绩不好的根本原因就是苏联的空中作战方式，如果没有完整的地面指挥体系，米格21就无法发挥最大的性能。当然，作为一款已经服役了66年的战机，米格21已经很老了，加上机体对升级的限制，性能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，已经可以退休养老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米格21还可以服役多长时间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